那么身为牙医呢，其实我在这边跟你们讲这个，我是挣扎蛮久的，因为民间偏方不是在我们的治疗范围内，这不是我们平常治疗病人会用的方式。但是呢，如果你问，难道这些民间偏方、自然疗法就真的没有效吗？我今天呢就是要讨论这个。Hello， 感觉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这个房间里面了，所以呢，我很高兴这一次呢又可以回来跟你们聊聊天。我上次讲完牙龈萎缩以后呢，其实有非常多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牙龈萎缩，除了要开刀以外。这一年呢，我一直都很想要再继续这个话题。我也看到很多 YouTuber 有在讲说，这些方法，民间的一些偏方真的可以治疗牙龈萎缩。到底在网络上面谣传的那些民间偏方，有哪一些背后真的是有科学根据的？那开始之前呢，我一定要先讲这个很重要。网络上面呢，你会看到很多人就用牙龈萎缩这个名词，可是其实牙龈萎缩这个是一个非常大，它是一个统称而已。而且导致牙龈萎缩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有的是因为牙龈那边发炎，有的是因为你刷牙刷太用力了，有的是因为你有磨牙的习惯。那么找出你牙龈萎缩的原因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用对症下药的治疗方式呢，才真的会有效果。那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自然疗法是背后真的是有科学根据的。我今天要讲的牙龈萎缩是发炎引起的。第一个就是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呢是一个已经被讲了很久的，就可以帮助牙龈萎缩。那研究就有发现，维他命 C 呢如果不足的话，跟牙周病有关系。那牙周病就是导致你牙龈萎缩嘛。那为什么维他命 C 跟牙龈萎缩会有关联呢？那其实就是因为维他命 C 呢，你只要想它的功能是什么，对我们的结缔组织很重要。那你想维他命 C， 你就想是 Lego， 那你就想那些 Lego 还要慢慢把它组成，然后变成一个形状，对不对？所以它就是对我们身体的支撑结构呢，背后有非常大的助力。那么我们牙龈也是，它也是需要被支撑住的。还有一个维他命 C， 它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因为你们都知道维他命 C 是抗氧化。那么牙周病会产生，也就是因为我们的牙龈发炎，那我们的免疫系统自己会产生出一个叫做 ROS， 这个反应呢，就是导致我们的骨头它会萎缩，还有我们的牙龈萎缩，是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 ROS， 然后这个 ROS 呢才会破坏我们这个牙龈还有我们的骨头。那维他命 C 呢，它其实就是 ROS 的这个清道夫，它就是专门攻击消灭 ROS 的。所以呢，如果今天有人问我，那要不要吃维他命 C？ 我的答案就是说，你本来就应该要吃维他命 C， 因为它不只是对你的牙龈有帮助，它对你全身、你的免疫系统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你本来就要注重你每天有足够的维他命 C。像一个这样中型的柳丁呢，你吃一个，你每一天这样就已经几乎就到了标准了，就是你每天摄取的最低标准啦。那么如果你可以吃，像我很喜欢吃这种甜椒，而且呢是比如说红色的啊、橘色的啊、黄色的啊，因为它们这些除了维他命 C， 它还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A。像如果你可以吃一个这个呢，这个维他命 C 呢会比这个更多。除了这个以外呢，很多水果啊，比如说草莓啊、奇异果啊、葡萄柚，这些维他命 C 都很多。还有蔬菜类啊，比如说我刚刚讲的甜椒，还有花菜、白花菜，这些呢，它们的维他命 C 也都非常丰富。所以维他命 C 它绝对对你的牙龈的健康是绝对有帮助的，这个毋庸置疑。只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治疗牙龈萎缩的话呢，你不能只管维他命 C，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面，你一定要确保你的牙龈是干净的，这个更重要。这个再加上维他命 C。接下来我要讲的两个自然疗法，它是放在漱口水。那么其实漱口水的功用就是，我就跟你们讲，减少牙菌斑累积在你的牙龈上面。那跟我之前讲的漱口水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它主要是靠茶树油。
茶树油呢，它自己本身是植物，它自己天然的本来就是有杀菌的作用。那么呢，有一个研究报告发现说，他们把这个茶树油还有牙医用的漱口水需要处方的那种呢来进行比较，他们之后发现说两个呢，他们的效果竟然没有差，反而呢需要牙医处方的漱口水那个叫做 chlorhexidine， 那个呢如果用久的，有一些病人会产生就是牙齿有可能会变黄，还有呢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味觉，所以呢通常这个处方呢医生都不会建议说你用超过2个礼拜，但是呢茶树油它就可以，因为病人呢就没有这一方面的困扰，所以呢你就可以用的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当然这个里面绝对没有酒精，因为我绝对不会选漱口水里面是有酒精的。它除了茶树油以外，它里面还有维他命 C， 而且还有 aloe 就是芦荟。那么芦荟呢也是一个很好杀菌的天然的东西。那这个呢我必须要讲，我真的还蛮喜欢它的味道的。我用完它以后，我觉得我的口气变得非常的清新，而且我有注意到就是牙菌斑比较不容易覆盖，就是不容易累积在我牙龈上面。那你要怎么用呢？就跟一般的漱口水一样，嘴巴里面大概就是这样，大概30秒就可以吐掉了。那吐掉以后呢，如果可以的话，5到10分钟不要吃东西啊，喝东西啊。如果你可以等到半个小时的话，那更好。所以漱口水是一个很好的辅助的，最重要就是不要让你的牙菌斑一直累积在那边，不要让那里发炎导致牙龈萎缩。再来我要讲的是，刚刚那个是茶树油，这个呢是芦荟，它主要是靠芦荟来杀菌的。那这个芦荟呢，研究也发现说它跟 chlorhexidine 2个的效果是差不多的。这个用完了呢，牙齿也不会变黄，也不会影响到味觉呀什么的。这个呢，它是20%的芦荟。这个用完以后，我一整天我的口气都非常的清新。它里面会放一些薄荷的东西啊，当然里面也没有酒精。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天然的方式，减少你牙龈萎缩的机会。最后呢，我一定要讲油拔法。1年前我讲完牙龈萎缩的时候呢，有非常多人问我油拔法怎么用，我也有必要讨论一下油拔法。油拔法到底有没有用呢？油拔法是一个很古老，大概好几千年的时候呢，印度的一种古老的自然的疗法。那么我找到一个研究，他们是用椰子油，那么60个人他用了30天进行就是油拔法嘛。那30天之后呢，他们就发现说牙菌斑减少了50%。那这个研究呢，就跟医生处方的 chlorhexidine 竟然也是一样的结果，这个让人真的还蛮惊讶的，减少50%，那其实蛮多的耶。那么他们用的呢是椰子水，椰子水说老实话会比较舒服一点，因为有些其他的油，比如说麻油啊，味道好太多了。那么如果你想要试油拔法的话呢，那我就会建议你买像一个这样子的这种，它已经是一个一个 packet， 你只要把它剪开，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了。所以我觉得使用感这个呢会方便很多。这个椰子油是100%纯椰子油，你本来就应该要用100%的纯椰子油。最好一定要漱15到20分钟哦，才会有最大的效果。当然呢，其实我有试过，15分钟到20分钟真的蛮长的。那么如果你今天有关节的问题啊，你就是会很酸，我觉得一开始你试试看5到10分钟，然后呢慢慢你可以再增加。这个研究呢，他们是漱15到20分钟的。那么椰子有个缺点，就是如果它好像低于76度，它会变成比较硬，低于76度的话呢，它就会变成固体。你可以用这种把它温热的方式，你可以把它焖一下，然后让它温度变高，然后变成液体。如果你想要尝试椰子油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比较方便，而且味道比较好。好，那么我今天讲了这么多方式，然后背后是真的有科学根据，但是呢，我必须要说，我希望以后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科学研究，因为现在呢，这方面的研究还是非常的少。当然，你还是要照常刷牙，用牙线，用水牙线，这些呢，我之前都有讲过，你一定要还要做这些。如果可以再加上维他命 C， 然后呢，漱口水
减少牙菌斑的产生的话呢，那这样就可以减低牙龈萎缩的风险，让你的牙龈萎缩不要持续恶化，变得更严重。好，睽违1年了，我终于把这个自然疗法呢，终于讲出来了。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们有用的话呢，请记得订阅，开启你的小铃铛，还有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好，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